宁宁去哪儿了？找到没有？这是在府外街道上发现的。他被平南王抓走了，这是平南王故意留下的字条。江儿姑娘，你醒了。你中了迷药，我建议你啊，乖乖坐着静养，莫要乱动。小女娃还挺镇定啊，不愧能被杜君瞧上。杜君，原来你不知道，他还有这层身份啊！大前少师，定妃世子，杜君山人。身份真是一层一层啊，只能慢慢扒皮去肉，才能见其筋骨。是我猜的没错，阁下是平南王。颇具慧根，把人带上来。你们，他的手脚筋都被挑断了。他只是个孩子，你怎么忍心做这么狠心的事？本王在京城听到一些传闻，说当日通州一役，江二姑娘你也在其中，而且似乎还立下了不小的功劳。薛定妃和这孩子当时也在通州，想来知道一些来龙去脉，所以我把他们请来跟你一起叙叙旧。小宝，这个薛定妃是满嘴胡诌，你来给本王说说，只要你说出实情，本王就饶你一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沙宝，小宝，这就是背叛本王的下场。行了，拖出去吧。费尽心思抓我过来，却不打不杀，反而如此草菅人命，威吓于我。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你想用我来威胁谢薇吗？如果他真的能为你而来，说明在他的心里面，你必然很重要。我想让你劝服他助我成事，否则无论是你、薛定妃，或者是谢薇，下场都是一样的。恐怕要让王爷失望了。我虽然想活命，可以王爷的情报手段，该是已经知道。我才亲手捅了他一刀，他想杀我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冒险来救我呢？哎呀，不，按照常理来说，的确如此。可是姑娘，你应该知道，这谢薇并非常人。一个越是冷静的人，一旦动心，就越容易失控。本王倒想看看，他为了你，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？哼！啊，对了，提醒江二姑娘一下，这里是归依山庄，身处悬崖之上，离边关100里。若是想逃，
怕是死得更快。城里挨家挨户都搜遍了，我也派了燕家军去城外搜索，但是并没有发现宁宁的踪迹，只怕她真的是被平南王带走了。宁宁的事儿，你们还想瞒我多久？侯爷，你们昨晚便该告诉我的。殿下刚刚节后还朝，是我不让大家打扰殿下，还请殿下息怒。侯爷言重了，我不是怪谁，只是担心宁宁孤身一人入了那样的豺狼窝，可怎么办才好？我不会让她一个人在那儿的，我去把她救出来。我率兵同你一起。我们也去。不行，平南王说了要我一个人前去，并定会派人紧盯边关大军和沿途动静，而且他不像大越王子那样好骗，稍有差池，宁儿危矣。但你一人前往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或许还有其他两全之法呢。平南王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。该来的总会来，我得亲自会一会他。来者何人？来者何人？督军在此，求见义父。王爷，请江姑娘过去。督军见过义父。看来你还真的很在乎这个小丫头。义父传唤，不敢不至。至于江雪宁，她曾经救过我一命，论情论理，都不该为我所牵连。但说到底，她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罢了，没什么利用价值。哼，如今你在边关风生水起，势头正好，却为了一个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、无关紧要的局外人涉险到此，然后又撇清关系，你不觉得有些欲盖弥彰吗？你是什么人，本王心里面清楚得很。既然敢一个人前来，必已想过本王会怎么对付你了。本王问你，宫宜城之死，是不是出自你的手笔？义父心中应该早有答案了。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。他在京中太过招摇，引起了朝廷警觉。若不杀他，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。我是逼不得已。那为什么通州一役之前，本王没有从你那里收到任何的消息？如今你站在本王的面前，还敢撒谎？义父，督军所言句句属实。京中鱼龙混杂，想与金陵传信谈何容易？况且，督军前往通州，为的就是破坏朝廷的计划。这途中还险些暴露身份，只可惜最终阻止不及。但我心忠诚，
一如往昔。好一个一如往昔！回想起来，当年你就是这般巧言令色，说服本王同意你去京城布局，却一步步脱离了本王的掌控。谢薇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是谁逼得你们母子分离？是谁在城门之上要取你性命？又是谁在尸身火海中饶你不死？这么多年来，本王悉心栽培你，可是没想到，本王竟培养出一大祸患。如今，连大越之局都被你给毁了。京城所为，只为金陵，绝无其门。大越之事，我事先并不只是义父谋划，待到知晓，已是无力回天。是吗？好，那本王今天就让你说实话。住手！可有受伤？你真的疯了，你不该来的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此。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但没想到啊，像你谢居安这样的人，也有舍命为红颜的时候。过往之事，是我之过错。义父若要责罚，冲我一人来。但你先放了他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好不容易请来的女娃，怎么能说放就放呢？除非……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如今燕家军已经被你掌控，燕牧这样的人不会为本王所用，但你却可以。我要你说服燕牧一路南下，拿下京城。这是谋反！你不答应？他才受了刀伤，再经不起打了。他既然来了，便是心中有我。只要你答应不再伤害他，我可以帮你劝说他。你瞧瞧，啊，人家江二姑娘可比你有情有义多了。谢薇，只要你助本王成事，你我仍是父子。但我夺了这江山，整个大钱还是咱父子俩说了算。但倘若你不顾父子之情，忘恩负义，那这江二姑娘能不能活过今日？别碰她！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你早就应该这样嘛。送督军先生还有江二姑娘回房，所需的物品全部备齐，不准有任何的怠慢。督军先生，这里你可以随意走动，没有人敢阻拦你。江二姑娘，你呢，就在房里乖乖的休息，切莫乱动。是。我就知道，你方才都是演戏给平南王看的。就你这性子，根本不会下跪求饶。明知道不能硬碰硬，难道要讨打吗？把衣服脱了。上药。
谁知道还要在这龙潭虎穴待多久？带着伤总是不便。吹很起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只要你不来，他们留着我也无用。回头我再使些补助流的伎俩，给那老贼放一些京中的假消息，没准可以因祸得福，既逃脱了你的掌控，又能得了自由。你倒好，孤身前来，谁要你救了？你自己的命是小，可吕显、剑叔他们呢？还有那些燕家军，你让他们怎么办？你在关心我，你还是在意我的，是不是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些？你自己读吧。方才平南王所提之事，你怎么考虑？你不会真的要让燕家军南下吧？我不信你毫无准备就来了。每一次，你总有自己的谋局，永远一步多算。这次孤身入归依，除了要救我，你还有什么打算？起复燕家与大越开战，朝中必然已收到消息，而如今朝中的局势只会比我们想象的更糟。我必须要赶在朝廷做决定之前除掉平南王，用他的人头做燕家的军功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消弭圣上的怒火和朝中的弹劾。所谓的擒贼先擒王，先前在边关，我们还猜测薛定飞已经被平南王控制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带过来。若是有，或许还能多个帮手。怎么了？不只是薛定飞，小宝也被抓来了。可小宝他被平南王杀了，他是为了保护我，可我却没能护住他。他的仇，我会替他报，一定会。果然啊，他虽然怀疑你，忌惮你，却还是最器重你。无论你犯了多么大的错误，他都不得不重用你。不像我，更不像小宝，随时可击。你们的仇，我会替你们报，但需要你帮我。帮你？小宝死了，就死在我的面前，我亲眼看着平南王的刀子插进他的心口里。如果再敢妄动，下次死的是不是就是我了？谢薇，我怕，我想是20年了，你知道，我只想好好的活着。正因为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我才知道你根本不想这样活着，你想逍遥自在的活一生。但只要你受平南王控制一天，就一天无法得到你所求。即便你畏惧他、顺从他，他也随时可以取你的性命。就算是事成之后，你也根本没活路。至死被操控，还是拼尽全力争取一线生机。你还可以选择